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呢，我们又打卡了一个新地方啊。我现在处在的位置是珠海，应该说是魅族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啊。因为在过去的1年之中呢，魅族只发了这个17系列的旗舰，其他产品啊，这个几乎没有。但是这一次呢，这个魅族公布了一个全新的战略，也发布了他们的新的品牌，就是 Light Pro。这个品牌呢是主攻智能家居的啊。这个智能家居这个东西，大家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啊。这个甚至很多人这个宿舍啊，或者说房间里面都有很多。魅族这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既然开在一个美术馆里面，我们看看它这次的东西做得怎么样。是一个开在商场里面的美术馆，我感觉这个面积非常的奢侈，这里面非常的大。这边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灯啊，就是魅族这次带来的这个新品。这里面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灯泡啊，其实这个不是特别起眼啊，而且价格也比较低，好像是在50块钱以下。这次 Light Pro 呢发布的是它的健康照明系列，就是全部各种各样的灯具的这个产品，全灯是无频闪的，这个是装的一个无频闪的那个专门的那个电路。然后这次它所有的啊，我们后边要聊到的所有的这个灯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这个3原色的这个荧光粉。你不关注这些灯具，或者说不关注智能家居，对这些东西都不是特了解，我也是第一次听啊。这次它所有的产品的这个灯珠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好像是1颗灯珠的成本是目前市面上这种家装市场普通这种灯的40倍。Light Pro 在这个美术馆里面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展示的就是这次的这个筒灯。筒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平时并不会关注到啊。这个其实我们工作室就装了很多筒灯，这个在我们比如说那个主场景拍电视的那个场景上面就有好几个筒灯。这个是上面它做了这个3个。首先在灯珠方面呢，这次也是全部都是那个非常高素质的那个灯珠，而且工程师跟我说，这个透镜的整个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汽车的那个前面大灯的那个透镜了，就是素质非常非常的高。OK， 现在这个小小的场景也是Light Pro 在这个美术馆里面搭建的，它是一个卧室的一个结构，然后后面的话呢做了它那个灯带的这个效果，这还是挺漂亮的。其实这种灯带呢，就是嵌在这个缝里面，然后或者说嵌在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营造一种这个效果。它这个也是帮你调好了这个色温啊。这个色温我在现场感受了一下，就是不是太冷，但是也不是太暖，就是正好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色温。经常为别人出镜做推广，这次我们为自己代言。小白有品 APP， 一个只卖精品二手的平台，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半价潮物，国行正品带票，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赶紧搜索上车。OK， 现在我是让工程师把所有的产品都帮我拿过来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见的那个小小的灯泡，这个 Light Pro 的这个色温呢是3400K， 这个灯是不可以变色的，就是拧上去之后它就是 3400K。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家装里面的一个对于色温的要求，这个好像是有国标的啊，就是 2700K 到 4000K。然后这次魅族发布的整个全系列的一个照明呢，它都是比较偏暖性的，就是说故意的调得暖一点，这样的回家的话呢，这个给你一种温馨的这种感觉吧。这个产品就是刚才我逛的时候不太给大家看的那个筒灯，我觉得这个筒灯这个外部的这个金属的这个质感真的特别的好，也有点那种手机贝壳的那种感觉了，真的特别的棒。但是它是嵌在这个墙里边的，所以说也看不见。透镜就在这个里面，这里面非常多这个灯珠，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电源的这个控制器，这个就是这个灯带啊，我家里就有啊。然后这个灯带呢，我刚才询问了一下价格，也确实不便宜。它每米呢是65颗灯珠，然后每米好像是在300块钱左右。布桌子啊，或者说布自己的这个沙发啊，或者说客厅啊哪一种地方的话，你可以把它剪断。剪断了之后，不是说直接插上电啊，它是有一个控制器的，这个控制器还是挺大个的啊 ，LED 控制器这么大。这个就是啊，这次我个人觉得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实用性也很强。官方给它的名字叫橱柜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拍摄都可以用啊。比如说外出的时候需要打个光什么的，就可以拿着，或者说你在宿舍直接放一个吊在你的那个桌子的上面啊，好像都可以。
可以相当于那个屏幕灯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自动的，也可以调成常亮，这里有这个开关。那这是它是有电池的，2000毫安时的一小块电池。咱们别的先不说啊，就是在工艺造型方面，这个质感方面，这次这些灯的这个质感做的都还是挺好的。这4大产品呢，都是帮你做好了选择，尤其是 Light Pro 地脚灯啊，这个是黄老板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小东西，你可以装在通往洗手间的路上，或者说你床头的这个部分，相当于一个小夜灯来用也可以。再去做任何设置，只需要连电打开关就可以了。然后他说，这个效果最好的就是离地30厘米的时候可以带来最好的体验，就是比如说可以照多大，然后亮度是多少，不打扰你这个睡眠。灯这个频闪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把你床边的这个人吵醒。当然，我知道你们床边可能没有啊。今天非常荣幸这个我们邀请到了这个非常熟悉的万总，还有就是这次 Light Pro 的这个负责人张总。刚才呢，我也是听完了这次的这个分享会，也是有一些疑惑吧，然后想跟这个2位再来深度的交流一下，为什么魅族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发布 Light Pro， 然后智能家居选择这条赛道？这几年市场被教育，大家的心智成熟度还是蛮高的，75以上的用户愿意选择这个产品。对。但实际上，整个中国家庭消费者的智能家居的产品的渗透率还很低，5%左右。这里面有非常大的空间。虽然说你感觉目前市面上非常多的品牌在做这个事儿，但其实它是有很广阔的空间可以做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角色存在。我们在分享会上也讲了。可能这时候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像魅族这样的角色，做高端的标杆性产品，做家居性优先于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咱们自己觉得这个魅族自己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其实呢，现在的市面上的智能家居呢，很多是生态链的方式。其实生态链的方式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它对产品的把控没有那么强。但是魅族呢，去切入到这个智能家居里边呢，一定是一个叫做产品优先的路线。所以呢，其实我们更加去追求这个产品的一个我们叫本源性，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产品自己本身的这个性质做好，再去看它智不智能。手机还是一个很精尖的一件事情。对，那其实我们积累了很多的软件、硬件，还有我们比较擅长的这种 ID 设计。那我们希望把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积累去应用到我们的智能家居领域上面，能去改造这些，或者说重构这些产品。魅族是为什么这样选择呢？为什么不是比如说我可以做好几个这个链路化比较强的、生态化比较强，跟我的手机进行联动的？为什么选择这种比较单体的这种方式？也不会是单体的，是叫做单品高端路线，但是不止一个单品，是多个单品陆续的一个接入而且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方式没错，就是规模优先的策略肯定是很快的，对，而且也更适合规模化的品牌。对，魅族没有通过一些商业模式获得什么样的真正的心智，魅族是通过产品力获得心智的。对，魅族最终也是通过产品力活下来，而且今天开始活得很健康。所以我认为我们进入一个新领域应该这么思考问题，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产品力，让我们成为这个行业里面专业的代名词，成为行业里面最专业用户愿意讨论和使用和研究的产品，然后再让它去服务更多的人。之前呢说这个智能手表应该是在第4季度发的，这个因为什么原因跳票了呢？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透露的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分清楚吗？就是市面上有一些叫运动智能手表，对，有些叫这个叫做什么时尚化的智能手表，对，然后还有一类是全智能手表，像 Apple Watch 这样的产品，对，那它其实跟一个手机是差不多复杂度的。对，很复杂。然后你如果想把 Flam 这些系统优势、一些体验，包括我们对这个新的小的智能设备，一个完全可以独立运行的设备的很多体验做得很好的话，需要点时间。可能我们一开始把这个事儿的难度估计有点低吧，而且可能我们的要求有点高，我们希望可以更好一点。本来其实年前也可以做，但是还有一些小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准备放到明年春天发。明年春天对，但是其实 Flam for Watch 的系统已经 ready 了，只是硬件上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再去做一下精进和打磨吧，我觉得需要点时间。从刚才你的话里边，我听出来它是类似于一个比较全面的这种单体的这种手表，是吗？全智能手表，全智能手表，它可以脱离手机使用，就完全脱离手机的是吧？对不知道能否可以透露一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魅族在未来的话，它的终端机和入门机这块咱们就没有什么布局了呢？还是先缓一缓？精品策略是长期路线，然后旗舰肯定是我们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资源方向。
然后不会有太便宜的产品了以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全屋的智能，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是所有的产品是不是包含这个底层的这个控制系统？或者说是 LivePro 最终的这个愿景啊，它是什么样？其实呢，我们是也去看了市面上现在的这种全屋智能嘛，其实有一些它是为了做智能而智能，那我们希望给用户提供更加有用的智能。其实我们之前的理解可能是这个智能我要一定要连到网上面去，我要在办公室里面能控制我家里面的对，现在都是这样的，是吧？手机上控制，但它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是合适的呢？其实比如说一个带传感器的灯，是吧？我走过去的时候它亮了，我人不在的时候它就灭了。这样其实我们认为可能跟大家理解的现在在主流的这种智能不一样，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智能。当然呢，未来我们也会去把我们整个的所有的产品体系，包括我们的照明也好，控制也好，还有我们的安防，把它串起来，尽可能的去提供更加有用的这种智能方案。就它还是需要一个底层的一个系统来去架构它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我们一期的照明类的产品上面有去做，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只覆盖了照明，所以你会看起来它稍微可能比较简单，但是未来它会支撑我们整个其他的品类。久未谋面的黄老板有没有在这次的这个产品里边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儿，或者说这个设计一些比较好玩的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我们的发布会可能要比这个早很多，但是就是因为经常是我们都已经 ready 了，觉得 OK ready 了，觉得 OK 了，那最后还是要重来。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地脚灯，实际上我们也不断的 delay 好几次。我外表看着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在你看来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它一定要把它做到体验最好的时候，它才满意。但不会那么早的，因为我们还是要，好好看看该怎么做，还是需要做得更好一点。明年春季肯定应该没有问题吧？看这个春季是多长吧。OK， 那这次我们的专访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特别感谢二位。好的，谢谢各位。在这次LivePro发布的这个产品策略上呢，它也重点强调了就是高品质的单个的这个智能家居。这个首先来说，这个运作的成本没有那么高，然后它也可以专注于每一个这个硬件产品的这个打造，也比较符合魅族一贯的这个行事作风啊，就是做那种单个，然后打磨的比较精细的是吧？这个打磨，整个的这个产品上呢，其实我感觉还是做的非常的精致，然后成本每个也都不低，但是它正好和智能家居这个大的形势是相悖的，因为之前不管是我们见的比较多的这个小米啊，或者说这个华为啊，他们都是采用一个全铺开的这么一个战略，但是魅族这边它走的是单个的一个策略，就是一个一个产品的，我先把它做好，然后再说。珠海小厂这个品质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智能家居它需要联动，它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这个还要看 LivePro 后面是怎么表现的。OK， 这期视频聊得非常非常多啊，这个还有专访，期待一下魅族或者说 LivePro 后面这个表现，尤其是18，我觉得这个才是所有产品的这个基础吧。更多的内容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不关真甜，在这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